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出一次今天我们盲品一个比较小众的，没有人知道的，在这之前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也没喝过的一个品牌。然后呢，我就发现他在一个某某货架上看到，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瓶酒，一瓶都没尝过？所以好奇害死猫，今天帮大家尝一下，然后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今天我们要盲品的品牌，它叫做 Old Horny。很奇怪的一个。它是一个地名了，应该算是，就Horny是一个小镇，是一个小镇的名称。好，那我们话不多说，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先来尝尝这个酒到底怎么样，然后再聊，好吧？第一个，这个就是典型苏格兰的味道，让我想起来了Macallan。但是闻起来很舒服呀，它这个香气柔柔和和，然后奶油的香气，蜂蜜。也带有一点点巧克力的香气，它水果干的没什么水果干的味道啊，我觉得还香草类的那个就奶油味道，就是说波本桶的味道会更多一点。你快喝一口吧，还行，但是觉得是不是后面很烈，很烧心？它后面有点炸的感觉，而且很辣舌尖，它不是辣喉咙，它是辣舌尖。我舌尖没辣，我就辣喉。我现在这里辣喉咙，我觉得还好，我就觉得嘴里面就辣。咽下去之后，会有一点点那个海盐的味道翻上来。这现在闻有塑料味儿，其实它味道还挺多的，比它闻到的味道要多很多。其实它那个奶油的香气，然后包括那个油脂感，然后那种其实我觉得也带有一点点那个黑巧克力的后面的那个苦甘，其实整体还算是挺好喝的，我觉得，就包括后面的那个油脂感，包括它的那个爆发的那个力度出来。其实第一口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辣，但是第二口喝起来还好，行，过了。我第一口也觉得它前面的味道也还行，就是后面有点只能说这个酒不够 balance。有点，但是有点峰回路转的那种感觉。就入口挺肉的，然后突然啪，有点炸的感觉。它现在闻起来有点雪梨桶的味道了。我觉得更偏向那个波本桶。它很多是波本桶给的香气，我挺喜欢这个的。就奶油那些香气，我觉得特别重，还挺爽的。香草的味道很重，然后蜂蜜我觉得也挺浓的，蜂蜜的味道，喝起来蛮好喝的。还有后面的一些巧克力的香气。好，第二款来。今天倒的有点太少了，我都没了2口。一会儿再给你补点。那好好闻哦。第一次闻到这种味道。你看你以前我以前有闻过，绝对闻过，有点类似于那种发酵的面粉的味道。其实不是，其实说准确一点，我觉得它像那个腌的咸鱼，就腌的那种鱼。这可比咸鱼香多了。对它，当然它因为它会带有一种花香嘛，带有一点点花香很浓，花香包括蜂蜜的香气，就是。我印象里面我会想到我小时候吃过的一种那种小药片的感觉，但是它里面是甜的，是给小朋友对，给小朋友吃的，对，有点那种感觉。这个很香，特别的香，它是甜香，像又不像蛋糕的香，还有一点那个豆浆。刚刚磨出来的，对，豆浆，这就是个甜豆浆的味道。刚刚磨出来的那个新鲜的豆浆的香气。这什么味道？它喝起来没有闻着好闻，它喝起来像在吃一个就是药片儿。层次感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入口是那个入口，其实就是那个豆浆的，就好像喝了一口那个新鲜磨出来那个豆浆的香。后面变苦了。然后到后面的那一段其实有甜，就那个就蜂蜜的甜香气会上来，然后包括那水果的香气会上来，还挺好玩。它味道很特别。整体有一点点，它的酒体有一点点那个太薄了一点点，就喝起来有一点点淡。这酒喝着像日本威士忌啊，就很淡，还有点淡的那个。但是它味道其实是蛮丰富的，很丰富，只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丰富的味道，就是总觉得像进了药房。对，带有一点咸味嘛。它这个海港的那种，带有一种海港的那种香味。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前面的那个就那种豆浆气，豆浆的味道，那个新香豆浆的那个香气还挺好的，还挺特别的，包括它的甜美度，我觉得不错。第三个，很有特点的一款酒。我们来试一下第三个，也是那个味道，这个味道会更浓一点，更重一点。我没闻到那个味道，我闻到了浓浓的烧焦的。那个豆浆味你们闻到吗？豆浆味也有，有一点豆浆味。豆浆味夹着那个类似于有一点点偏泥煤。我觉得这不是泥煤，这是烟熏，这是那个烟，就是煤块的味道，而且是烧焦的那种煤炭，其实有点像中国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烤红薯的那个桶的烤焦之后烤焦的味道。还挺特别的，真的。非常，这个酒绝对记忆感，下次喝还能这两个的真的很特别，这两个的味道。怪不得没人买呢。好特别。因为它跟我们喝的都不一样。我会想到，因为我本身我就海边出生的人，所以我会想到那个挂起来的那个鲜鱼。咸鱼是这个味，不是应该会有咸？它里面会带有一点点那个。它这个是有海盐味儿。对，带有那个鱼的那种咸鱼的味道。这个烟熏，它是先烟熏后泥煤，它后面有那个消毒水味儿，它前面是那个熏烤的那个味道，它跟我们喝的所有的烟熏的威士忌都不一样，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尾韵有一点点少，整体前面非常好，前面挺好的，前面特别好。入口其实入口很干净利落，这个像乐嘉维林的那个味道。没有乐嘉维林那么重的那个烟熏，就是我是说它后面那个烧出来煤烟儿的那个味道像乐嘉维林。我觉得包括它的那个，就它里面它能喝到它那个水果的味道，其实还挺清晰的，包括一些青苹果呀，然后包括梨子呀，然后其实它也有带有那个蜂蜜的香气，所以它整体很像它之前的我们喝到的之前这两款混合了，然后再加烟熏泥煤。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第一款，包括它那个辣的那个感觉，爆炸的那个感觉，很像第一款。然后它就加了一个泥煤的味道，就烟熏的味道进去。可是它前面也有烟熏泥煤，它整个贯穿了平衡融合的，我觉得还挺不错。我觉得这三款我一定会选第三款。融合的挺不错的，真的挺不错。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就这个酒啊，第一口没觉得多好喝，后来越喝越耐喝，你发现没有？2、3口过后，特别爽喝这个酒。而且包括它的甜感也好，包括它水果的那种香气，都没有过，就是不收敛，就刚刚好。在嘴巴里你是觉得，就是说你喝的时候你是觉得舒服的。是。然后它也不淡，然后它也不会过，就好刚刚好，整个是很平衡的那种感觉。就它整个做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做的很不错的一款酒，还不错。它包括那个烟熏什么都不会特别的重。可以就我觉得推荐。平时喝，很好，很不错。挺好，挺好，对，挺好，很不错的一款酒。你会推荐哪一款？我也会喜欢这个了，就2个烟熏泥煤酒鬼。对，它加了这个烟熏跟泥煤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很好，有点像是它的第一款，然后加了一个烟熏泥煤。第一款其实也还行，挺好喝的，就挺柔和，挺顺口，然后包括味道层次也做得很不错啦。对，好啦，
我们请导演给我们纸笔，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好，我第一个选的18年，第二12，完全一样，咱俩选的。看看导演给我们揭晓答案吧。那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两个第一次，最近也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就是反正猜的全对。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价钱啊，它18年，第一个18年大概是在130，但是市场价钱在150左右，然后它的12年是40块钱，然后它的烟熏的这瓶 Harda 呢，它才卖80。很便宜，一定要买！喜欢烟熏泥煤的一定要买，超值，真的，太超值。然后你们看到它的瓶子有没有给什么感觉？反正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长得就像蒸馏器。其实他们这个酒瓶就是仿他们自己的那个蒸馏器，对他们自己的蒸馏器做出来的。然后中间，因为它的特点就是这里又加了一个嘛，它的蒸馏器葫芦啊，对，像个葫芦，它很像。他们自己的蒸馏器就模仿他们的蒸馏器做出来一个形状。其实我觉得它如果18年卖个130，其实比 Glenlivet 的18年还要贵，差不多的价钱。那我可能就不大会选择。对。其实它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就这个酒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12年还行。12年我喝了我会有点40块钱。40块是这个性价比是很好，真的很好。最好的真的这个惊喜今天。因为其实我觉得它的酒体的结构，包括它的味道，其实很接近18年，跟18年特别的接近。然后它又多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喜欢烟熏的这种人，我也觉得是惊喜。对，就好久没有喝到什么拉福格，但是你去跟他们比，当然它比阿贝好很多，没阿贝那么重的泥煤了。但是它的里面的酒体的，它包括它水果这些香气，它会比它更足一点。而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款酒是46度，这个烟熏泥煤，然后18年是46度，它的12年我们喝起来太平滑，因为它才40度。它度数低，中间的这个。今天导演倒的太少，不够喝。这3款酒但是我觉得它的颜值吧，需要提升一下。颜值不好吗？我觉得它那个盒子白白的，那个就丑丑的，就不让人家觉得，这个酒要不要试一下，就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这个名字不容易记，你知道吧？对于就是说，对于我们就是说中国人也好，就亚洲人也好，它这个名称其实不容易去记住。它中文是波特尼吗？富特尼就不容易记住它，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会就忽略这样，而且一看这东西名字不容易记的话，其实很多人会忽略它。我们更愿意去挑一些，就是说麦卡伦，很顺口。对，一下能够一下子能够记住什么亚麻萨提这一类，就是说我听一遍，可能我就能记住的东西。对，这个记不住，然后大家就不喝了。对啊，百富，你看多容易记。那一说百富，那我就记。虽然百富的它的英文名很不好，但是它中文名放的特别好。对啊，大家百富那很多人一听可能就会记得这个东西。对，这跟那个红酒的奔富也是一样的。所以 marketing 真的是挺重要的。对。这些酒呢，就适合让我们这些天天满世界找酒的人去喝，一找到是一种惊喜。对，这个是喝完我自己会买的酒。会喝。行吧，你别喝了，我们要收尾了。好了，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拜拜。